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实习生突然哭了，闯进老板办公室就说我欺负他，我百般辩解，可男友却为他开口作证。林园总抢实习生的订单，老板当即将我开除，我气急攻心晕倒，醒来时却在国外地下娱乐场。实习生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：林姐，你能力不错，想来也会在娱乐场做成头牌吧。在他的声中，有人向我扑上来。7天7夜的折磨后，我被扔进充满消毒水的房间。剧痛中，我闭上了眼，再次睁开。我回到实习生要我让出订单这天。好啊，我露出职业的微笑。这次我要亲手送他去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林姐，你在听吗？甜得发腻的声音从身侧传来，我猛地睁开眼，我转过头，张明那张精心修饰过的脸近在咫尺，他嘟着唇，手指捏着我的衣角，轻轻晃着。那个100万订单能不能让给我呀？我真的很需要这个机会证明自己。我的手指在办公桌下掐进掌心，疼痛提醒着这不是梦，我真的重生了，回到了被这个蛇蝎女人陷害的前一刻。记忆如潮水般涌来，前世我拒绝后，张明哭闹着向老板王丽告状，男友帮他做伪证。被开除的那天，我以为只是职场倾轧，直到在国外娱乐场醒来，7天7夜的折磨，电击、水刑，轮番的凌辱。林姐，张明的声音将我从回忆中拉回。我看着他涂着裸色唇膏的嘴一张一合，心里翻涌着恨意。好啊，我露出职业微笑，这个订单就让给你吧。张明明显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爽快。他眼中闪过一丝疑虑，随即被假惺惺的感激取代。真的吗？太谢谢林姐了，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。我看着他欢快离去的背影，嘴角勾起冷笑。黄氏集团的黄老板是业内出了名的难缠，合作条件有2个，要么在酒桌上喝赢他，要么陪他过夜。前世我靠天生的酒精免疫力硬是喝倒了他，这才拿下订单。而张明，据我所知，一杯倒。我拿起手机，拨通了一个鲜少联系的号码。小姨，是我。我压低声音，今晚金鼎 KTV 黄氏集团的黄老板会去，你帮我盯着他点。电话那头传来小姨沉稳的声音：有人欺负你了，要小姨做点什么吗？不用。我的指甲再次掐进掌心，我要亲手送张明去死。挂断电话，我整理好表情走向会议室。张明已经在向老板王丽炫耀100万订单是他辛苦才谈下来的，就差签字了。张俊站在一旁，眼神粘在他身上。前世就是张俊带头做伪证害我。林园啊，王丽推了推金丝眼镜，赘婿出身的他总爱摆出上位者姿态，你要学着放手了，多给新人机会。张明就很不错，这么大笔单子都能谈下来。我看着身体几乎挨住老板的张明，微微一笑。下午5点，张明精心补妆后出发赴约。晚上10点，我的手机震动起来，小姨发来了一段视频，附带一条语音：黄老板把药下在酒里了，他自己喝的少，倒是你那小实习生喝得挺欢。还有，你们老板在隔壁开了个包厢，不停地看表，好像在等谁。我点开视频，画面里是金鼎 KTV 的豪华包厢，张明穿着低领连衣裙，脸颊酡红，眼神迷离地倒在真皮沙发上。黄老板俯身下去，张明却一声尖叫，打了对方一巴掌。黄老板大怒，
揪起他的头发就往他脸上揍。惨叫与暴怒的唾骂声中，包厢门被推开，王丽冲了进来。黄总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他一把拽开张明，满脸正义凛然。黄老板冷笑：王总，你这小员工自己贴上来的，怎么玩不起？王丽脸色铁青，搂着满脸青紫的张明，义正言辞：合作的事到此为止。视频画面一转，是 KTV 隔壁包厢，王丽半搂半抱着张明进去，然后反锁了门。两人不知说了些什么，张明的手主动解开了他的腰带。我关掉视频，冷笑。第二天，我刚进公司，就听见王丽在办公室里咆哮：林源，你给我进来！我推门而入，王丽脸色铁青地拍桌：你明知道黄老板是什么人，也不帮张明，你是不是存心的？张明坐在一旁，眼睛红肿，脖子上有红痕，像是哭了一夜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一言不发。王丽指着门口：行，不说话是吧？你厉害，给我滚出去！什么时候认错，什么时候过来上班。我笑了笑，直接掏出辞职信拍在他桌上：我不干了。转身离开时，我听见张明假惺惺的声音：王总，您别生气，林姐可能也不是故意的。刚出门，男友张俊就恶狠狠地瞪着我：林源，你这也太阴险了吧，故意害张明，我们分手吧。行，分就分。我轻蔑地笑笑，转身就走。张明早就对他暗送秋波。上一世，我一直以为他为我守身如玉，可最后却是他亲手把我送进地下娱乐场。1周后，我入职了竞争对手公司，直接拿下黄老板的订单。同时，我匿名把那段视频发给了王丽的老婆，李氏集团总裁千金李媛。3天后，财经新闻爆出，李氏集团宣布李媛与王丽解除婚姻关系，收回其名下所有股权。王丽从高高在上的老板，一夜之间变成净身出户的穷光蛋，而张明也没好到哪去。周一早上，我开车上班，路过公司楼下时，看到一群人围在路边，尖锐的骂声传来：被奸人勾引我老公是吧？人群中央，李媛带着2个保镖，抓着张明的头发，一巴掌扇在他脸上。张明哭得梨花带雨：我没有，是王总他强迫我的。张俊冲上去护着他，冲着李媛吼：你干什么？打人是犯法的。李媛冷笑：哟，还在这装什么救美骑士呢？可惜你心心念念的女神在床上给我老公当狗。他甩出一沓照片，全是王丽和张明的酒店亲密照。张明脸色惨白，而张俊的脸也变得铁青。张明的目光穿过人群，死死定在我身上，他的嘴角还挂着血丝，可那双眼睛里却翻涌着怨毒的恨意。我和他对视2秒，轻蔑地勾了勾唇角，转身离开。他当然不会就此罢休，前世他害我进地下娱乐场，这一世他只会更狠。隔天中午，张俊突然发来消息：媛媛，之前的事是我不对，你能出来跟我聊聊吗？我盯着手机屏幕，冷笑：前世也是他假惺惺的送晕倒的我去了医院，等我再醒来时，人已经在国外。我回复：好啊，晚上7点，我准时赴约。张俊选的是一家偏僻的私房菜馆，装修雅致，包厢隔音极好。圆圆，之前是我太冲动了。他倒了杯茶递给我，笑容苦涩。我想好了，我不应该为张明跟你分手。我接过茶杯，指尖轻轻抹洒杯沿，茶香袅袅，可我却闻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苦杏仁味。诗情画物，前世
他们用的也是这一招。我在娱乐场受苦时，是张明告诉我，他让张俊把加了氰化物的奶茶给我喝，我没有防备，喝了，所以才会在办公室晕倒。记忆闪回，我抬眸，对上张俊闪烁的眼神，微微一笑，仰头喝下。眩晕感来得极快，我装作无力地扶住额头，手指悄悄按下了手机上的紧急联系人。圆圆，你怎么了？张俊的声音故作关切。我虚弱地摇头，眼前发黑，身体软软地倒向桌面，耳边传来张俊急促的呼吸声。他低声对着电话说：“得手了，快进来。”包厢门被推开，高跟鞋的声音由远及近，终于落到我手里了。张明甜腻的嗓音里带着扭曲的快意：“林媛，你以为你赢了？”我的视线已经模糊，可还是能看见他俯下身，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指狠狠掐住我的下巴。“放心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”他们动作很快，麻袋套上来的一瞬间，我的意识已经濒临溃散，可我却笑了，因为我知道张明很快就要死了。麻袋里的空气浑浊闷热，我紧闭双眼，任由身体随着车辆的颠簸摇晃。前世被送往园区时，我也曾这样被装在麻袋里，只是那时的恐惧与绝望，如今已被冰冷的算计取代。不知行驶了多久，我突然听到一声剧烈的撞击声，车子停下，张明尖细声音的声音响起：“快点抬进去，别被人看见。”身体被粗暴地抬起，我强忍着不发出声音。车子猛地一震，后备箱外传来刺耳的刹车声。“怎么回事？”张明的声音陡然拔高。“车被撞了。”有人回答。我躺在后备箱里，一动不动，呼吸放得极轻，耳朵却敏锐地捕捉着外界的动静。下一秒，车门被猛地拉开，高跟鞋踩在地上的声音清脆而凌厉。“哟，这不是王总的小情人吗？”李媛的声音带着冰冷的嘲讽。“大半夜的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”张明的声音瞬间慌了。“李总，您怎么在这儿？”李媛冷笑一声：“我当然是来抓狐狸精的。”后备箱外传来一阵混乱的脚步声，张明的尖叫和求饶声混杂在一起。“李总，您误会了，我和王总真的没什么，是他逼迫我的。”“逼迫？”李媛的声音里透着厌恶。“视频里你可是主动的很啊！”“带走！”他冷冷地命令道。张明的哭喊声渐渐远去，随后是引擎发动的声音。李媛的人带着他离开了。四周终于安静下来，我缓缓睁开眼，推开后备箱的缝隙，确认周围没人后，翻身爬了出来。夜风微凉，我站在空荡荡的马路边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李媛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张明，他背后的势力远比表面上看到的复杂得多。他想暗地里给张明教训，可惜一直找不到对方的踪迹。而我在收到张俊的消息，就给自己手机下了一个定位软件，把计划告诉小姨，又让小姨透露给了李媛。李媛下手可黑着呢。翌日，我刚走到公司楼下，迎面撞上了张俊。他见到我的瞬间，脸色刷的一下惨白，像是见了鬼一样。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他声音发抖，眼神里满是不可置信。我微微一笑，当着他的面掏出手机，拨打报警电话。张俊瞬间慌了，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“媛媛，我错了，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”我冷眼看着他，手指悬在拨号键上，迟迟没有按下去。他见我没报警，以为有转机，连忙爬起来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媛媛，张明去哪儿了？你知不知道？”我故作茫然的摇头：“不知道啊。”
他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张俊脸色难看，欲言又止，半晌，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：“圆圆，我们能不能聊聊？”咖啡馆里，张俊坐立不安，不停地看着手机。圆圆，你真的不知道张明去哪儿了？他压低声音，语气里透着焦躁。我慢条斯理地搅动着咖啡，淡淡道：“是。”他脸色阴沉，突然站起身：“我去趟洗手间。”我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，冷笑一声，掏出手机，再次拨通了报警电话。“喂，警察同志，我要举报一起绑架未遂案，嫌疑人现在就在某某咖啡馆。”张俊出来之后，我故意拖延时间与他闲聊。10分钟后，警察冲进咖啡馆，将张俊按倒在地。“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”他挣扎着怒吼。警察冷冷道：“有人举报你涉嫌绑架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”张俊猛地抬头，死死瞪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怨毒。我冲他微微一笑，端起咖啡喝了一口。张俊咬死是个恶作剧，被关了几天，最终被释放。他怒气冲冲地冲进公司，在楼下堵住了我。“林媛，你什么意思？报警抓我？”他咬牙切齿，拳头攥得死紧。我淡定地看着他，微微一笑：“怎么，只准你们吓唬我，不准我反击？”他气得脸色铁青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前世我在地下厂得知，他为了发财，跟张明捆绑得很紧，一起做那种勾当。我死之前，甚至得知王丽跟李媛都沦为他们的阶下囚，所以现在张明不见了，张俊是绝对不敢报警，也不敢说出真相的。而张明去了哪里，只有我知道。我随手从包里抽出一份文件，递给他：“张明已经不见了，你与其在这儿跟我闹，不如想想怎么赚钱。”他愣住，低头看了一眼文件，是一份100万订单的合同。“你什么意思？”他警惕地问。我勾唇一笑：“你虽然背叛了我，但工作能力还不错，我要组建新团队了，你要不要来？要的话，这100万的订单给你。”张俊眼神闪烁，犹豫了几秒，最终伸手接过了合同。“好。”他咬牙道。我看着他，笑意更深。我知道他肯定会答应我的，他要通过我找到张明的下落。张俊签下合同后，表面顺从地跟着我工作，但眼神里总藏着阴冷的算计。我知道他在等什么，他在等张明的消息，可惜他永远等不到了。李媛的手段比我想象的更狠。某天深夜，小姨给我发来一条一次性链接，我点开进去看，是一段视频。张明被关在一间昏暗的地下室里，手脚被铁链锁住，眼神涣散，嘴角渗血。他旁边是很多个戴着面具的黑影。我盯着屏幕，指尖微微发颤。前世，张明也是这样对待我的，现在他终于尝到了同样的绝望。我闭上眼，深呼吸，随后畅快地笑起来。张俊开始频繁地试探我：“圆圆，你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声？”某天午休，他状似无意地问我：“什么风声？”我抬眸看他，故作疑惑。他压低声音：“就是张明到底去哪里了？”我轻笑一声，慢条斯理地喝了口咖啡。“怎么，你还惦记他？”他眼神闪烁，勉强扯出一抹笑。“毕竟同事一场，总不能真出事吧？”我盯着他，缓缓放下杯子。“张俊，你该不会以为是我把他藏起来了吧？”他脸色一僵，随即干笑2声。我知道他在查我。1周后，张俊突然约我去郊外的一家废弃工厂，说是有重要线索要告诉我。我知道他终于忍不住了。张明出了事，地下城那边不可能完全没有动静，而跟张明捆绑很深的张俊肯定会想方设法
套取张明地点。我站在工厂门口，冷风吹过，四周寂静的可怕。圆圆，你来了。张俊从阴影里走出来，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。我双手插兜，平静地看着他，说吧，什么事？他一步步走近，眼神阴冷。我知道是你做的。哦，我挑眉。他猛地冲上来，一把掐住我的脖子，将我狠狠按在墙上。喂，奸人，你以为我不敢动你？他面目狰狞，力道大的几乎让我窒息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嘴角却勾起一抹笑。张俊，你终于露出真面目了。他愣了一下，还没反应过来，身后突然传来警笛声，数名警察冲进来，厉声喝道：“放开他！”张俊脸色大变，警察上前，冰冷的铐子咔嚓一声扣在他手腕上。张俊，你涉嫌绑架、蓄意谋杀，现在正是逮捕你。他猛地转头瞪向我，眼神怨毒。林源，你算计我！我没说话。张俊被判了有期徒刑20年。我站在探监室的玻璃外，看着他憔悴的脸。短短半个月，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男人已经受脱了相。他以为他不说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吗？我冷笑一声，走出监狱大门。刺眼的阳光让我眯起眼睛。小姨的车就停在不远处，见我出来，他降下车窗，问出什么了？什么都没说。我拉开车门坐进去，不过他越是不说，张明被解救的可能就越小。小姨递给我一个文件夹，查到了些有意思的东西。我翻开文件，里面是张明近半年的银行流水，几个来自海外公司的巨额转账格外醒目，备注都是咨询服务费。这些公司，小姨启动车子，都跟娱乐城有关联。我的手指收紧，纸张发出轻微的脆响。前世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又涌了上来。黑暗的房间，刺鼻的消毒水味。圆圆，小姨担忧地看了我一眼。我没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继续查。我要知道这些钱是谁给他的。1周后的早晨，我刚到办公室，助理就急匆匆地跑进来。林姐，出大事了。他递过来的平板上显示着今日头条：李氏集团独女李媛神秘失踪，警方已介入调查。我盯着这行标题，皱起眉头。李媛背后有整个李氏集团撑腰，安保系统更是顶尖的，谁能悄无声息地带走她？除非是张明背后的人出手了。等助理走后，我给小姨打了电话，帮我联系李雄，就说我有重要线索。打完电话后，办公室的门又被推开，我抬头看见一个意想不到的人——王丽。她西装革履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连袖扣都闪着冷光，仿佛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老板。林源，好久不见。她微笑着伸出手，有兴趣合作吗？我没有起身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李家的弃子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合作？王丽的笑容僵了一瞬，很快又恢复如常。我自己可以东山再起。前世，王丽也参与在了张明的生意中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临死前，我看到李媛也出现在了娱乐场，而王丽站在他旁边，打着电话，向李雄索要着赎金。李媛的消失是不是跟王丽有关系呢？他找上我，真的只是合作吗？说说看。王丽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，明天边境有个商务洽谈，你跟我一起去，到时候自然有人会告诉你一切。边境的天气闷热潮湿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殊的腥味。王丽在车上侃侃而谈，这次合作成了，我们都有1000万的订单，对方在本地很有势力，正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。
我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，心不在焉地应着，希望如此。车子停在一家豪华酒店门前，大堂金碧辉煌，服务生彬彬有礼。好好休息，明天见。王丽帮我办好入住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我心中冷笑。进入房间后，拿出手机发了条加密信息。深夜11点，门铃响起，我从猫眼看到是酒店服务生推着餐车。我没叫客房服务，是王先生吩咐的，给您送宵夜。服务生的声音很轻。我打开门一条缝，突然注意到他右手虎口处的蛇形纹身，和前世园区那些打手的一模一样。稍等，我假装整理头发，快速按下手机上的紧急联系人。5分钟后，又有一个客房服务来敲门，是李雄的人。我趁机和李雄派来的人换了房间。凌晨3点，我被隔壁的动静惊醒，先是门锁被撬的轻响，接着是王丽的惊呼：“你是谁？”随后是一声闷响，再无声息。我屏住呼吸，听见拖拽重物的声音渐渐远去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立即返回国内。飞机刚落地，新闻就爆出李氏集团前女婿王丽意外身亡，死因成谜。报道称他在边境游玩摔下悬崖，但照片上他扭曲的表情明显不是自然死亡能造成的。3天后，我在私人医院见到了李媛，曾经高傲的李家大小姐，此刻像个破败的洋娃娃般蜷缩在病床上。她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，手腕上满是淤青，脖子上还有明显的勒痕。李雄站在一旁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张明跑了，这个张明还真是像个打不死的小强。我敢肯定，张明肯定会找我算账，毕竟是我害他被李媛抓住的。他收拾完李媛，就该收拾我了。我静静等待着。3天后，我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，邮件里只有一张照片，一个昏暗的房间里，身后是一排排被铁链锁住的女人。照片下方写着一行字：林媛，你猜下一个会是谁？我盯着屏幕，缓缓勾起嘴角。果然，张明按捺不住了，他故意发这张照片，无非是想让我恐慌，让我自乱阵脚。可惜他逼估了我。张俊不肯交代出他的身份，是因为想保全自己。李雄没有报警，是想要以暴制暴，而我除了让张明得到应有的惩罚后，别无所求，所以我当即报了警。报警后，警方迅速介入调查，但张明就像人间蒸发一样，毫无踪迹。可我知道，张明不会善罢甘休。果然，当晚回家时，我发现公寓的门锁被人动过。我站在门口，没有立刻推门进去，而是拨通了小姨的电话。小姨，我家里可能有人。电话那头沉默了1秒，随即传来小姨冷静的声音：别进去，我马上到。我挂断电话，缓缓后退，准备离开。然而，电梯叮的一声打开，张明从里面走了出来。他穿着黑色风衣，长发披散，嘴角带着诡异的微笑。林媛，好久不见。我的手指悄悄滑进口袋，握住了防身用的电击器。张明，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他歪了歪头，笑容甜美依旧，可眼神却阴冷的可怕。为什么不敢？你以为报警就能抓到我？哈哈哈，你还是这么天真。他一步步靠近，我后退，直到后背抵上墙壁。李雄的女儿现在是个疯子，王丽死了，张俊在牢里，可你还活得好好的。他的声音轻柔，却带着刺骨的寒意。这不公平。我冷笑。所以呢？你想杀我？他摇摇头，从口袋里
掏出一部手机，屏幕上显示着一个实时监控画面。我的父母正坐在家里的沙发上，而一个蒙面男人站在他们身后，手里握着一把刀。我的血液瞬间凝固。你敢动他们一下试试？我的声音冷得像冰。张明轻笑，别紧张，我只是想请你帮个忙。什么忙？跟我去一趟边境。他歪着头，笑容甜美。有人想见你。我知道他在说什么。娱乐城的人，前世折磨我的那群人，现在正等着我自投罗网。我盯着他，缓缓点头。好。他似乎没料到我会答应的这么爽快，愣了一下，随即满意的笑了。别耍花样，否则……他晃了晃手机。我面无表情的看着他。什么时候出发？现在。张明亲自开车带我前往边境。路上，他一直用那种胜利者的眼神看着我，仿佛我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。林远，你知道吗？我本来只想让你做我的手下败将，可你偏偏要逼我。我靠在座椅上，闭目养神，没有回答。他继续自言自语，不过没关系，等到了那边，你会求着我放过你的。我睁开眼，淡淡的问，张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会这么爽快的跟你走？他嗤笑一声，因为你怕我动你父母。我摇头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不是因为我知道你根本不敢动他们。他的表情一僵。我缓缓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屏幕上是另一个监控画面。张明的哥哥，地下娱乐场的小头目，正被两个黑衣人按在椅子上，满脸惊恐。他猛地踩下刹车，脸色煞白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你以为就你会绑架？你当李雄是吃素的吗？你不会以为李元把你绑走只是巧合吧？他的手指死死攥着方向盘，指节泛白。放了我哥！他尖叫道。我轻笑，可以，但你得先放了我父母。他咬牙切齿，最终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，把人放了。几秒后，我的手机震动，小姨给我打来视频，你爸妈没事了。我点点头，也拨通电话，放人。张明死死盯着我，眼里全是恨意。林远，你够狠。我收起手机，淡淡道，彼此。车内陷入沉默，只剩下引擎的轰鸣声。良久，张明突然笑了，可惜，你还是得跟我走。我皱眉，什么意思？他指了指窗外，我们早已驶入边境无人区，四周荒凉寂静，远处隐约可见一栋废弃工厂。你以为我真的会放你走？他笑容狰狞，今天你必须死。废弃工厂内昏暗潮湿，空气中弥漫着铁锈和霉味。我被两个壮汉按着肩膀，跪在地上。张明坐在一张破旧的沙发上，翘着腿，悠闲地喝着红酒。林远，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？他歪着头，笑容甜美，就是你永远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我抬头，冷冷地看着他。张明，你真可悲。他猛地站起身，一巴掌扇在我脸上。闭嘴！我的嘴角渗出血丝，却笑了。怎么，被我说中了？他气得浑身发抖，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匕首，抵在我的脖子上。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我直视他的眼睛。你不敢。他刚要发作，工厂的大门突然被撞开，刺眼的车灯照进来，数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冲了进来，黑管对准张明和他的同伙。警察放下武器。张明脸色大变，猛地拽住我，匕首死死抵在我的喉咙上。别过来，否则我杀了他。我冷笑一声，突然抬手，狠狠肘击他的腹部。他吃痛松手，我趁机挣脱，一脚踹在他膝盖上。他惨叫一声，跪倒在地，
匕首当啷一声掉在地上，警察迅速冲上来，将他按倒在地。林远，你算计我！他疯狂挣扎，眼神怨毒。我擦了擦嘴角的血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张明，你以为就你会玩阴谋？他终于反应过来，尖叫道：你根本没绑架我哥，你骗我！我笑了，是啊，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。他被警察拖走时，还在歇斯底里的咒骂。张明被捕后，警方顺藤摸瓜，一举捣毁了边境的地下娱乐城。新闻铺天盖地的报道，犯罪集团覆灭，警方解救数百名女性。主犯张明、张俊涉绑架、故意杀人等多项罪名，被判无期徒刑。我看着电视上的新闻画面，张明戴着铐子，面容憔悴，早已没了当初的嚣张。我站在办公室，长舒一口气，终于结束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